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地产实验堂啊！今天我们还是在1月份，还是要跟大家继续祝福一下新年快乐 ，Happy 2024。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直接请到新房专家。我们跟大家聊聊新房的那些事，对不对？大大小小该做不该做、容易犯的错，这些各方面的东西。我是你的地产一哥，我是你地产大师兄，我们是南家的专业地产经纪人啊，希望能够在这边每个礼拜给大家带来点干货，帮助大家能够在买卖的过程中能够怎么样？一步到位，安心不贵啊！那在我们中间这位美女呢是 Michelle， 对不对？是 Lancy Homes， 对，好，穿着制服在这边，人狠话不多。对。那在这边不好意思，刚广告已经结束了哈，今天你就打那么多广告了。我们今天要聊一聊，要到此为止啊，灵活的拷问开始了啊。对，买新房，请问就是帮助我们大伙这边了解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应该知道、需要注意，但是又常常会犯的错误呢？有，非常多，非常多，因为新房跟二手房就大有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不能把这个东西相提并论。来，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那为什么要买新房啊？对，其实新房和二手房从这个名字单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，新房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新的，从设计到用材到整个社区的建设，其实都是新的。OK， 对，从设计上来讲，其实我们经常看，就是很多房子，就是一看就知道它是几十年代去做的。对，新房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是连味道就像新车一样，都是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新房有什么东西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呢？就是买的话，新房的话，就是你可能要注意，就是样板房，其实跟很多 resale 二手房一样，对，就是屋主可以把这个建商，我们新房建商想成一个卖家。其实卖家在把这个房子放到市场上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做很多 staging， 所以样板房看起来很漂亮，是，但可能实际房子，说实话，它的这个你真正拿到手的房子跟样板房是有出入的。它就是个毛坯，哇，你讲的客气了，跟毛坯完全不一样，也是 moving ready， 但是可能没有说，因为像样板房，我们其实很多样板房是有很多设计师他自己的这个 taste 在里面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，有人说我不喜欢这个橱柜是黑色的，我不喜欢这个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我有些那样板房间走进去出来都快七孔流血，我说哇，什么东西？刚才到底看了？对，大红大绿的是吧？大红大绿，对。但是大部分样板房它设计出来，就是要让你进去的时候爱上它就想买它。对，样板房设计还是有很多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升级在里面，但是你实际拿到房子，就是其实也是 moving ready 的，包括像你厨房里面的家电，像灶头啊，然后像 dishwasher 啊，然后包括像你的这个microwave oven 就是微波炉啊，还有这些其实都是包括在内，包括地面也是做好的，但是有一些 finish。所以这个第一点，买新房的话你们进去样板房看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哎呀很美啊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还是要知道。真正买的时候 standard 的话，它是有不一样的，会有 upgrade 这个字，是有 upgrade 的这个 opportunity 跟 opportunity cost， 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个东西。那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呢？还有一个可能是包括这个新房的一些费用问题，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可能整个这个过程是跟二手房买卖不是很一样。什么叫费用问题？费用问题包括像新房里面的它有这些 closing cost 呀，还有一些这个 transaction fee 可能是不太一样。但是很多新房建商他应该都是会有自己的这个 builder 的 lender， 所以其实有一个小 tips 在这里，就是还是会 disclose 这个，包括用一些自己这个新房的 lender， 有时候会有一些 incentive， 对不对？会有很多这个买家是不知道的，那 agent 傻傻的也不跟他讲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这个建商会不会也不讲？好像对哦，刚刚那个效率有点问题，没事，这个我们以后再讲。说的小题基本上就是说，很多 builder 他会有 prefer lender， 对不对？lender 就会有好处。对，会有一些优惠，就 prefer lender 会给一些优惠政策在里面。然后像我们的prefer lender， 比如说会有一个 no cost 3年之内可以 refinance 的这么一些，就是一些侧面的一些优惠。就是看大家各显本事了，也不是说外面的 lender 不好，但是大家就消费者眼睛都雪亮的，让自己来做选择。但是这边会有一点点的 incentive 啊。还有什么呢？大家需要知道的？还有的话就是像整个这个买卖过程可能是不太一样。因为像新房的话。像加州这边，一般一个新房可能是需要从刚开始这个平地的时候是6到9个月去建成的。对，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。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忘了问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屋。没有啊，那直接找那个会move in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有，但是可遇不可求，对吧？是比较少。像现在其实市场还是蛮不错的，因为像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这几个南加州的楼盘，其实 quick moving 的房子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。
不是特别。你就讲到重点，讲到市场，我就要问一下，因为去年到将近年底的遍地哀鸿啊，大家都在讲说哇，今年的房子都不好做。那可是我陆陆续续从一些新房的这个 builder 的口中讲说，哎呀，我们生意都忙的这个火的都已经忙不过来了，有这种事吗？这个反而我想分享一下。对，去年我就跟我 agent 说什么呢？我有买家，但是找不到房子怎么办？我跟他说，你找错地方了，去新房。都在买新房，所以去年新房其实做的蛮好一下。有这么夯吗？新房也非常棒，非常不错。所以到今年开春到现在为止的话，你们已经被骚扰了很多了吗？被洽询了很多了吗？我们1月1号本来是有一个客人他想要签约的。1月1号吗？对，新年的时候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在放假，然后那我就要替客人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要放假呢？对呀，有搞什么？钱多了是吗？奇怪，这样 agent 很担心呢。我们也开玩笑啊，这个大家客人比较耐心，等到1月2号了，我们签约了。还可以啊，所以新房也是人，各位是不是 Edmond 的客人？不要讲出来，为什么？对，那实际上就是我们也要彼此有这个同理心嘛，大家理解一下，你放假人家也放假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考虑一下哈。那回到刚才话题，我们聊一聊这 cost 这个部分啊，这个一直我自己的买家很多都很在意这个部分，升级啊，所以说升级真的是那个有点没有在想。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刚刚讲说升级啊这些东西有机会去升级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偏颇。为什么？那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薅羊毛，到最后消费者还是要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些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良心的就建议一下，说哪些东西可能可以建议升级，哪些东西可能可以建议缓一缓？对，没问题。其实像我们的每个开发商，他的这个理念不一样。像我们的有的开发商，我知道他是等于说全部都包在内，不管你需不需要，他都给你全包在内。其实像你说的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是，这价钱也上去了。对，像我们的话，我们是主要的是把这个主要可能你会将来用到的，比方说就包括我们的这个，像加州这边，我们很多独立屋后面是给包 California Room，就加州阳光。这个好哎。对，这个是结构上的升级。你要想买完房子，你想自己后来再弄，这个很难，非常非常难。我们大部分看都是 Arizona Room， 没有 Arizona Room， 所以 California Room，OK，that's good。我知道说很多，我建议我的客人啊，很多电路的东西不要去搞。对，很多你如果要装灯要干嘛，或者你让建商真的去搞，没多少钱，一个灯也就100多块钱，对吧？那像地板，你家里都搬进来，你还要搬这个搬那个，而且这就是几千块的事情，绝大部分了哈。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建商你们拿到的这个地板还有装修这个 installing 这个地板的这个 cost 对不对？还有 material cost 其实比较便宜。有，我们自己外面找搞不好更贵一点。对，因为他们有 purchasing power， 你们量大嘛。对，所以大家买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借力。就包括像你刚刚说的这个，哪些升级可以做，哪些升级不要做。对，像我是建议了，就是包括结构上的，OK，就是像你说的电路，然后水的这方面的，其实只要是你要想这个房子买完之后，你如果要动墙，或者是你要就是砸墙的话，讨厌了。对，这种东西尽量是在 escrow 里面，就是在你这个房子没成交之前，让建商去做。对，因为而且你也把风险等于说转嫁给建商嘛。如果你说什么说实话，讲太大声了吗？不好，所以。为什么这么建议？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大家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你的所有的升级，你升级了5万块，不好意思，5万块是包括在你的 final purchasing price 里面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每年都要为你的升级再去加价。你在你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付一个 sales tax 你就付一次嘛。对不起，你每年都得付一个这个，虽然量不多，可是想到以后 Kimoji 还是会很不爽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你要想这个，其实每年你。这个主要是差别就是在地税上面，对，可能就是地税1%到2%之间，那5万块钱你，可能平摊到每一天也就几块钱。然后如果说你是在 close of escrow， 就房子到你手之后，然后你再去自己实打实的去花现金去做这个升级，第一你的时间成本，第二你的房子你可能几个月就不能住，然后第三如果说你要说我要做 installment， 那很多这个 home improvement store 它其实你看它的 fine terms。你就算做贷款，然后你的 APR 可能是比 mortgage 要贵很多很多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哈？今天如果我买了这房子，我还升级了，让你们做的所有这事 ，versus 我自己在外面找人装修这个算贷款里面会 cover 的嘞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用我的钱去做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个就是你可以做到你的 mortgage 里面，它是一个看 final price。当然这个就是看个人情况了，包括说有些人他的动手能力强，或他旁边的资源比较多，那可能未来可以做，所以all depends。所以还是看你们的状况。如果你们有这个钱，你们有这个资源，那你们自己去做。但是如果你们需要把这个东西也 roll in 到贷款里面，还是个选择。那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就要讲说，像这类的这个信息，你一定，请你务必要跟你的这个经纪人讲啊。对。那讲到经纪，我们就要聊一下，有一个 misconception。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反正是新房，我找米肖就好了，我不用找这个经纪人来带看。请问，实话实说，你们从新房的这部分来讲的话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样？是对的。等你说完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 better deal 好不好？因为我自己也要买啊。OK， 私下聊。好，OK， 来。对，其实确实，如果你自己买过20套、30套房子，就对很熟，那你自己买其实都一样。因为其实对我们建商来讲，不管你有没有 agent， 我们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你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插个话。你们如果人家直接 walk in 来找你们买，不透过 agent， 你们的 commission 会比较高吗？我们没有，都一样。没有，大家听到没有？你们不要再蠢下去了，因为这损人不利己嘛。你们找他们，首先你想想看，你们想，我们科学的想，他们手上如果有30个像你们这种人，对不对？每天要带你们去看这些东西干嘛？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来 properly 照顾你们的，而且新房怎么样，他也不可能去推别人的盘呢。还跟你们做比较，公司嘛，歹楼，你不要去闹 ，OK，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先分享一下，我们做agent，我教我 agent 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是怎么教的？第一，你这个新楼盘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价钱不一样，但是税又不一样 ，HOA 又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这些东西总合起来哈，都是你的客人要付多少钱每个月。对。那你去找 builder， 当然 builder 他会专业他的那一块的楼盘，但是哪怕 builder 你问他的话，他没有可能是说，哎呀，第二个 builder 更好去哪里的？agent 就可以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 agent 就会做这个比较，帮你做这个功课。OK， 那这个当然，这一块的话，大家就想一想，他们也没有获益，你们更没有获益，因为你们手上就把自己受限了嘛。旁边可以比较，可以知道更多东西，你现在就被死的框在这里要买这个东西，那我们更可怜啊，连饭都吃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拜托你，我们做一些就是可以 win-win-win 的 situation。确实是 win-win，不要去做这些把自己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哈。那最后的灵魂拷问要问你一下，身为这个加州现在我们知道400多万短缺的这个房源哈，身为新房的 builder， 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值得买，就是值得买，然后考虑未来会升级的？这个我还是没有，我要听一下，快点跟我讲一下。其实是根据第三方的就是 Zondar Report 最新的这个信息。OK， 其实，在整个全美这几10个就是主要的都市圈和市场来看，对，给我们就是几个3个4个就可以了。对，回弹其实就是这个，因为我们都知道2022年就是相对来讲，因为利息的这个涨嘛，对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去年年底，因为现在1月份数据还没有出来，去年年底新房回弹，最高的前3名，其中第2名就是 Ontario 和 Riverside， 就是 Inland Empire 这边。OK， 对，排名第2，全美排名第2。那都很远呐。对，可是对，我就发现你这个有点心机了。你这个地方你们是不是都有牌在那里啊？说实话，不光我们自己有，很多开发商在那边都有。这个那个其他几个开发商那个广告费接一下，广告接一下哈。对。没有说到这样，我还真的蛮有兴趣，因为这个你们 Ontario 和你看说 Riverside 和 Ontario 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大区，其实都是回弹是非常高的，因为 Ontario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，其实这边有很多开发商在这边拿地，在这边盖楼盘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侧面的一个信息证明，因为开发商来讲，我们是比谁都希望这个房子，对，就是房子卖得好，然后这边会发展越来越好。这么多开发商，就10几家开发商都在这边拿地，都在这边盖楼盘，其实侧面也说明。那你们有什么新东西要来的吗？对。这是我第一次在 public 说这个，我们今年不能说春天，其实还没有 officially。对，今年春天其实，在 Ontario 这边我们会再继续扩大，因为我们在这边之前已经盖了可能将近1000个房子，我还真去过。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关注起来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谢谢米肖在我们当中这个很棒的分享哦，我这个干货真的是不藏私的跟大家说，请大家笔记一定抄好抄满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那个新楼盘要出来，你们要问对不对？留言里面问，我们给你们信息，到时候。好，我是你的地产一哥，我是你的地产大师兄，每周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干货，帮助大家能够买的安心不贵，一步到位。那如果喜欢这样的干货，记得关注我们，在这里就谢谢大家啦。那3连留下来，那我们就 see you next time，OK， 爱你们，拜拜。